好，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最初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多数都是因为健康问题，少数的人呢，还是想能够学习提升我们心灵的境界和高度，他有机缘来学习。可是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有无数的困扰，就是本身修行的困扰，智力的困扰，健康的困扰，甚至家庭成员问题的困扰，这都会发生的。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想真正的让自己又健康又聪明又智慧这样的人是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我们今天在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追求？就希望让自己身心光明，智慧无边又聪明又健康又漂亮，有没有？对，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奢侈的追求，并且这个并不是一个错误的追求会有很多的，尤其是佛教的修行人，有很多像我提到的说又聪明又漂亮，说什么时候说过这么一句啊？你看看做错误事的人，就是因为糊涂，没有智慧那没有智慧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我们常见到的就是说没有学识，学识就是你学的东西太少，知道的东西少，就是你学的少了，遇到问题就障碍住你了，烦恼就来了。第二个呢是悟性差对，第一个是知识少，第二个是悟性差。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悟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在正常学习之中有的人就能够举一反三。这句话听得懂吗？对，当我在这儿听到这样一个道理，我很快可以用到其他的事物上去，也叫更高一层，叫做一通百通。就这样一个道理，它用到了很多方面举例来说，我们中国四川省成都附近有一条古代留下来的那个江水的大坝，叫做都江堰，听说过没有？有有些人没有听说过可以尝试去游泳能在都江堰游泳的人没几个活下来的，那个水流特别急，那个水呢是很冰寒的在大约2000年前，这个那条江它是一个从上游流淌下来的那个江水成都地区是一个盆地，旁边都是高山，这个盆地的地呢相对比较平，所以一到夏季洪水泛滥的时候，就把成都地区的这个平原吹这个冲得稀巴烂，就没办法生活，人都冲跑了。就是我们现在有网络了有视频，有没有看到那个海啸海啸，有些人不懂什么叫海啸大海啸了，英文是那个 tsunami 对，就是那个
这么一句不用鼓掌，精彩的在后头哈。哎，对，那个就有点像海啸，非常的恐怖。平常的水是很温柔的哈，有清净的，但是一旦给它加以一种能量推动之后啊，真是啊，哇，太恐怖了。所以这个都江堰呢，经常是啊2、3年有一次洪水泛滥，真是人都不敢住在下头。可是这个平原地区呢，平原地区其实最适合于农业的种植啊。我们现在都是城市人哈，很多人都不懂什么叫农业。农业种植土地越平整，就越容易去操作，哎，它的产量就越高。那如果我们住的都是高山地区，种庄稼、种农业是最麻烦。哎，大家知道了哈，这平地，你看我们在这个去到美国，还有加拿大的中部地区，它有很多那个大平原哈，几百公里啊，大型的农业的种植啊，一望无际。我看到加州有个苹果园，我们开车1个小时之后，一直还看苹果园，那车疯狂的跑，还没跑出人家苹果地去，啊，种植的特别的整齐。所以它越平整呢，它在种植上就方便。如果都是山坡山丘呢，啊，劳动不方便，人的工作不方便，浇水施肥不方便，收获不方便。哎，对。所以当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呀，当地的也有那个时候的小国王啊，就到处招这个能人啊、高士来指导怎么弄这条江啊，总是把我们差不多每年把我们冲个稀巴烂，没办法生活。我觉得这片土地还不错的，可是这个江水就像这狂奔的那个魔王一样啊，每年都冲死很多人，农田全冲泡。就那个时候的人的科技知识呢还比较弱，就很多人说把它堵住，很多人给国王出主意把它堵住啊。在众多的这些大工匠、大师傅面前，哎，有一位叫李冰的人啊，那个是过去人结婚早哈，哎，他是高级水利专家，还带着他的儿子啊，这个给国王就说，水在于引导，而不在于堵，就是不是要把它堵住啊？你想，那个水一直往下流，你要堵多大的大坝能把它堵住呢？大家说能堵得住吗？堵不住的，一定要排泄，只是说排泄的方向可以给它引导它。我觉得，哎，这个国王就听的，这个还是有道理的。怎么引呢？哎，他们就做了规划图。所以那个地方有个叫都江堰，非常著名，大家上网看一看哈。哎，中国古代时期的最有名的水利工程。那个江这样引导了之后呢，它很有机的，可以控制的灌溉这一块大平原。哦，最后把这一块平原的这个土地全部变成农田，啊，根据需求给它灌溉，不需求的时候，它就不能冲回我的农田。不会把人冲跑，房子冲跑，哎，就一下就做到了。所以这个道理呢，这个道理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经络，来自于血管。哎，是吧？你这个血管破了，说把血管缝住、绑住，不让它过血了。如果是腿上那个血管绑住之后，可能这条腿就没用了，残疾了。啊，手臂上一个血管弄断了，我也不用接起来，这手臂可能不能干活了。啊，脖子上一个血管断了，把它干脆割断算了，这人就死了。啊，脑缺血啊，很快就死了。所以它不在于堵截，而在于引导。也因此呢，在古代的帝王哈，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是有地方有民众造反了，啊，那不懂的官员说，敢给我造反，我先带兵带警察杀他们，最轻的投入监狱，严重的全部砍头。啊，那高明的皇帝呢说，哎呀，不要这样，人家发火哈，总是有原因的，他不舒服啊，
就像我们的婴儿一样，他不会说话，他要哭，哇哇哇一哭不是饿了就是肚子痛，要不就要大便你看吧，所以很多妈妈一听孩子一哭就听得懂，孩子是饿了，还是肚子痛，还是不舒服，还是害怕，就差不多能猜到的是所以他一定要去挣扎的时候他要表达自己的时候一定有原因。所以智慧的皇帝就是说，民众要造反一定有危难，帮他排忧解难，他才是我的子民，我帮他去排忧解难，我才是他的国王所以很多的国王很会管理人，就是有灾难也要喊了，哎呀，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到你的问题，我赶快帮你解决，需要钱政府先出钱，需要什么我们调动政府的力量去帮助你，这块百姓就安居乐业了，就舒服了所以在汉朝建国之初的时候就称为叫无为而治。无为就是我不要给你定那么多的规矩你们基本的好好生活就可以了，政府也不要给你加那么多税也不要管得太细了就是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你们自己去自谋生路，政府尽量都支持，这就是所谓的无为之治的大约的概念哪里有点不舒服了，赶快去安抚那一块要造反了，一定是没饭吃古代造反的多数，农民造反尤其是官宦造反不一样，为了夺权，农民造反一定是因为挨饿，民以食为天3天不吃就饿死你了，至少饿昏了你了。所以百姓造反的时候都是因为挨饿的问题所以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国库呢，每个省都有国库的囤粮隔壁省这要受灾了，马上大家调动粮食去增援灾难的地区，那块很快就平和了所以你看他的一个道理水在于引，引是引导不在于堵，这个概念从国家的治理疾病的这个治理乃至到这个江水的治理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大的这个真理呢，就是我们就学到可以叫举一反三，是吧？你家那个小宝宝又哭又闹半夜一定查看吧，什么原因，一定有问题，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哭闹的。一个健康的婴儿吃饱了喝足了不得病身体没有问题，不会乱哭闹所以请家长都记住一定有原因，你解决了他的问题，就是小 baby 不懂事，他也不会去随便哭闹的所以就以此类推举一反三，这叫做悟性这个悟性也可以学习的来也通过去阅读，通过倾听，我们能够学到听完别人的故事要善于总结，总结的本身就属于悟性，就属于叫深入的理解和讨论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善于总结就是我们的所谓智慧可以自控制的那个部分。那么还有人的悟性属于灵性，这个要通过修行才可以他是有灵性的人，有灵感的人。但是我们也上过很多所谓有灵性的当经常就有人就说了，有一个人就说见了我们一个学了很久的一个同修前几天就跟我说，给我通过手机信息说，师父你有什么事情要指示弟子吗？这个人平时并不跟我沟通，他是在我们一个地方做一份重要工作的一个弟子我说他平时也不跟我往来怎么突然这样问呢？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本地有个通灵的同修，说通过他的嘴要传达我的话我说我告诉你我没有事情。他说那不对吧，师父你一定要知道我通灵的同修说有话要传达。我说那你就问他要传达什么话呀，这个就不叫悟性他这个通的灵是瞎扯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不一样哈。我一说我要悟性灵性又把它说的太神秘了啊。真正的灵性，它的准确度是很高的。假的灵性是自我安慰。有些这个我说的有点多了哈，就是有些人说我感觉这个了，感觉那个了，大家都看不到的，是通常他在家里没有地位，是比较受气的人。但是我说一些你们不懂的事情，你们总会很羡慕我嘛。对，这个不叫灵性，叫自我安慰。好，所以在于这个修行之中所以悟性、灵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慢慢的修。但是还有说我的悟性不够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往外就是推脱一下，这个可能属于遗传或者是叫业力。那也有人会问说，那我的悟性不好，什么遗传也不好，业力很重，我能不能改变呢？能因为佛陀的慈悲，他告诉我们一些方法那改变的方法就是第一，勤修行一定要修得对。对，那么修行也包含着一个部分，就是多做善事，多做功德就会能增加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这个悟性等等。修行的课程它就像上学校一样，从1年级到高中到大学到硕士博士，它是有很多个层次的它的层次比读大学还难。我们一般的大学课程读了大概考试及格就算过关了，我们有很多是修10年修20年修一个部分都过不了关，考试永远不及格。所以有些部分是修一生都过不去的，还是这样子的。那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呢，是希望大家呢修3天就能过去或者是刚才你们这个及时的反应，就说明还是悟性不错他也别高兴太早，就3天不一定开悟3天不一定开悟，要好好修，还看我这个师父会不会教你我倒教大家没有压力我只要能进入我的自在的我自我的那个空间就可以教你这个佛法和禅法的修行之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应该是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是有大概3点。这个没有顺序就是身光明。身光明是身体光明，所以简称叫身光明。第二是心光明，心脏的心光明。第三是师光明，师不是师傅的师是意识，还有认识人的那个识，我们中文就是那个字，师光明。那可能在高级的翻译之中，这个师是一种什么概念呢？是理解是理解力认识的深度，大约属于这个东西叫为师。师这个里头既有观看和判断的意思，如果能做到这3种光明，要注意这3种光明，我们的收获就大了。我们的生命就真的开始
就是比较彻底的开始改变。在我们菩提禅修，你看我们有念佛啊，大礼拜，大光明啊等等这些修法，清净观想法这些修行，我讲的没有今天这么深。我希望说大家呢能够更加最短时间的、更快速的多获得一点成就的话，这个成就包含了健康，健康里有身健康和心健康对，还有智慧。要想快一点的话，这一堂课我真是想给大家分享分享因为它融合在自己的修行的这个路上的修行路上的某种叫做经验和感受，我还要把它总结了、提炼了，才能给你。所以今天大家的课程呢，我特别的祈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认真的听，你也可以做笔记我们这样修下去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最有帮助了。就是有人说，你看我修了这么多功夫，我的身体还不好，一定有多种的原因。其中的一个，我们先把业力和遗传忘掉先把业力和遗传忘掉，这个东西也许能改变。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有个东西没有注意到，就是今天我讲的修行路上的3种光明。如果我们有身体的光明，就是我用天眼看人体的时候通常是充满着黑气、暗气、污浊的、肮脏的感觉的，这就是病态。我一看，用天眼看你那个大脑里头，哇，像一群蚊子飞一群肮脏的蜜蜂在飞，哇，一定脑筋错乱。你看这人说，这个大脑好平静，一看有的像一片雪山，洁白的、清净的像雪山，它是指心无杂念，稳若磐石。所以才有了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所说的“八风吹不动，稳坐紫金台”对，就是这种，就是他叫的如不动的境界。今天你带给我的烦恼我不烦今天带给我的，比如你侮辱我、骂我娘，没有烦恼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经大脑所以他就不会烦恼。你是究竟对方骂你的那些词汇的话，听得越仔细，痛苦就越多。你想想，无论谁骂你，你妈骂你，你都很痛苦，说你是懒猪，你这些懒猪比猪都低一等你就痛苦了。就是你妈骂懒猪，实际上他是信口说的一句咒语而已，无所谓，他是说惯了。你仔细说是猪就你就很痛苦，说你是猴子，你很高兴吗？不是，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能究竟的任何烦恼的细节，所以这种大心的人才会自然的就消除烦恼。再记住一个词语叫大心。所以我们在修行之中要观想自己身体光明，内外光明。第二是心光明，心光明它主我们的意识，你就这么想，你不能细致的想。解剖学上说根本心脏不长这里，或者说心不会思维，这些都有待于讨论。师父这么教，你照这个法修，它可能带给我们帮助和解脱像心光明，我们假设
我的心像一个小灯泡一样放光了。心光明，这个光明往外去，自然去照亮周围啊，就像在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灯亮了，照亮了哪里呢？照亮整个房间，对不对？所以当心脏这个灯泡点亮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这个房间就被照亮了。所以叫心光明则身光明。好，这是最初级的想象哈。所以我们尤其是在修大光明，修什么大光明啊？就在这里，自然的又和药师经吻合了，第二大愿啊。对，我自身心光明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像一个灯泡，自己亮了，可是把周围的世界照亮了。所以我们的身体里头，心脏像灯泡一样光明了，我的身体就被照亮了。我的身体内部就是那个空的房子，照亮了。你就这么想啊。好，第三种光明呢，是识光明。识应该说是精神的意识的，就精神意识的这个状态的那种光明。这种光明通常是怎么来的呢？一般就是说，我不去思考烦恼。第二，不追求名利忘掉一切的事情，还想到我就是光明的。那这个光明到底是种什么呢？叫做清净。当有了这种光明的概念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叫清净不昏沉。我们做错事，说错话，伤害人，内心烦恼，都是因为这个意识太模糊，不清晰。我之前举例过，我给西方人讲英文的朋友讲，那禅修的道理是什么？我先初步的说，我说就好比呢，我们拿个桶在那个自然的河流里头那不是很干净的河流里舀了一桶水上来，你开始观察它，如果这个桶是透明的，你蹲在跟前看，那个水一开始就在里面旋转，里面什么都有，但是慢慢的沉淀。后来桶底上有一层物质，通常这种物质呢是稍稍重一点的泥沙，飘到最上面的是树叶或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反正比较轻，飘在上头。中间里头还分3层，这所谓清净的水里头还分3层，最中间那一段水比较干净偏上头的也有点肮脏，偏下头的也有点浑浊。对，所以当我们的这个精神意识完全清净下来之后，事物的层次就分明了。我才发现和有些人，就是他的意识不够光明的人，在对话的时候很有意思一见面，王先生你好，有时候第一次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吃饭了吗？我昨天，他对方回话说，我昨天看了一部电影，今天带小孩子来了吗？我同学们都去聚会了。他回答根本不是，这不说人话呀。我说走，咱们一起喝茶去。去年我过年的时候放鞭炮可响了。主啊，你在给谁说话呢？最后发现他确实跟我在说话，就是我们俩根本就是这没办法说到一起去。这叫什么呢？意识混沌。混沌就像那个粥搅在一起，粥搅在一起模糊的，最后语无伦次。那语无伦次的人，他大脑是否清净明了呢？
一定不会的，脑子里就是全是浆糊啊，杂七杂八的东西没有分清楚，所以我们在修行之中称为叫昏沉啊，是昏沉的。也因此在我们修行之中，尽量不要坐在那儿说啊，开始这个修清净观想法，大家就倒下去了，还一边说着梦话，说这不是清净观想法，这是清净睡觉法啊。对，因为我们最初级的禅修现在都民主社会师父也不敢对学生对徒弟有高要求像我在坐禅的时候师父说，如果你是要打瞌睡的话，那就3天没饭吃，就让我知道你有一次打瞌睡。如果你坐的身体不正了，那你呢就站在墙根底下，一次站3个小时，很痛苦，我就站了3个小时，哎呀，痛苦呀！靠在墙壁站是最痛苦的，你们回去试一试，好吧？我估计13分钟都站不了的，好痛苦弄得我脖子也痛，后背也痛，脚跟也痛。所以要在禅修的时候，有很多人把禅修和睡觉混为一体。所以禅修呢哎呀，好舒服我说你醒了醒了。但是禅修不是睡觉，但是很多人趁这个机会说你干嘛了我禅修了。听说禅修就比较好听，实际上睡觉。所以有很多人禅修的时候这样子，那个哈喇，那个口水就往下流，我完全可以接个罐头瓶子在这儿。所以我的师父严格的要求就是说，你不可以昏沉不可以昏沉这是说在修行之中了。他其实更希望的是说，等我们修好了之后，我们的大脑是清净的、光明的、层次清晰的。修得好的人不是大脑之中没有事物了，有，他只是理得比较清楚。所以一个人变糊涂了，就是没有智慧了，就是里头是糊涂的，分不清。像有一些女孩，她找她的袜子到底放在哪个抽屉里了，是吧？洗完的袜子随便掖着拿出去，眼睛不看的，等一会儿急着赶快去跳舞去找一双丝袜。哎呀，她找一双丝袜，她把所有的行李全部翻了个遍，也没找到她的袜子就是这样，就是放的时候就没有明确的划分区域，找的时候稀里糊涂。如果是这样，卖中药的人可惨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收藏了一个像过去卖中药的那个柜子，是不是那每一个小抽屉上头写着3种药的名字，所以那个小抽屉很窄，里头就分3段放了3种药。所以乱放药的时候，我们抓出来药一定能毒死人。这是放药的问题，责任就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就是女人一进家，高跟鞋一甩，围巾衣服到处扔最后早晨去了上班的时候，看哪一个干净一点，就分不清楚，就是这样，一定是混乱。你平时的工作也做不好，因为没有条理，没有层次，没有固定的区域划分，没有计划性，所以说话语无伦次，做事语无伦次，因为你不知道哪件事情该怎么做。比如说你孩子发烧，今天你还要上班请问你作为家长怎么办？你是上班还是给孩子治病？请问，你看这已经开始2种意见了。同意上班的举手，同意看病的举手。说你还很大智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小心了，一定我就脑筋绷紧了，一定不能回答错误。你们回答对了。所以明白的人是分得清哪件事情是最要害的事情，处理要害的事情。更加智慧的人说，我处理的程度我要把握。说好了，孩子发烧了，
感冒，我去给他看病，其实吃2片药回家躺一躺就好了。结果这个母亲陪了1个月，但是孩子其实一共发烧1天就好了。请问母亲做的对不对？不对，太过了。你自己有病啊，你待1个月。就是说，爱过头了，说怕孩子感冒，所以天天在家守着，错误。你知道，小孩子感冒是经常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感冒过才是恐怖的，你下次感冒就可能是死亡啊。所以1年确实在正常情况下有1、2次感冒特别正常的事情啊。对，所以一个智慧的人说，一个是看待事情的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这基本叫层次清楚。还有处理事情的智慧也分得清，叫程度。听得懂程度吗？就是说，就像刚才举例子，孩子感冒了，其实发烧1天，吃完药他已经不发烧，就可以上学了。可是妈妈为这个事情在家待了1个月，这就是错误，你处理的过头了。他不发烧了，你给他吃降发烧药，还吃1个礼拜，这样对吗？不对，会把孩子脑给弄坏的，肝脏给弄坏的啊！因为降烧药一定是特别伤害的，对身体。我不是管贬低药物，你们上网去查，所有的尤其是正统的药厂所出产的产品之中，都会写上它的毒副作用是什么。很多药有伤害性的药，就是说不发烧坚决不能吃。比如说癌症药很贵，有人说我是富人啊，既然癌症药很贵，我没有癌症我就吃，你们觉得这样理智吗？就不理智啊！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吃啊，有本事你吃炸弹，消化不了啊！好，对，所以要理智的啊，所以有智慧的看待事情和处理事情，它的层次要非常的清晰啊。所以昏沉就是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修行之后，我们会产生智慧，还有这个施光明，在未来能开启我们的智慧之眼。将来再深入再说啊。对，佛经之中，尤其是心经《金刚经》之中所讲到的啊，观自在菩萨观啊，我们这个修行进入的那个禅定般若蜜，就是深层禅定的状态之后啊，尤其讲到了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反正大家都能把它当成歌来唱啊，都能很熟悉它，大概大家也能理解一些啊。它有很多个层面可以去理解它啊。还有呢，就是又讲了无眼界，无意识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受想行识。尤其是无眼界，无意识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受想行识。这个懂吗？好，这一点有点深，今天的课程哈，但是真修的人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这里就是说，无是指没有或者叫否定它，眼耳鼻舌身体意识感受，当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是靠的是五官，对不对？说哎呀，这个城市很美呀，街道很干净，那个树都很美，哎，而且这里呢很温暖不冷，这叫感受。哎，哦，你看看这里的这个空气很干净啊，到春天的时候满街都是芳香的啊，花香的味道啊，这是嗅觉。哎，你看我在这个城市啊来旅游1年了，也没听到人吵架过，哎，这种听觉。但是你没有听到吵架，你是平静的；听到人吵架，你就会热血沸腾，或者紧张。沸腾不是要打架，有的人就紧张了，有的人要发疯啊，会带给你一种感受。所以我们笼统上称为叫觉受
觉是感觉，受是受到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统称为叫觉受。对，佛说无觉受。这个无受明明有觉受，为什么说无呢？是指忘掉它，淡化它，消除它，不在乎它。对，说你感觉到美的，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说多得一点。说我刚才说的，哎呀，这个街道的花香啊，我追求多闻一点花香，多闻闻过敏了。我一听好听的声音，好听惯了，一听难听的声音就吓到了。好听的声音结果也不一定是好啊，罪恶的声音最终也不一定是罪恶。不是说好也不是好，坏也不是坏吗？大约是，大约也不是。因为比如说我就追求好，请问有多少人喜欢吃巧克力的？请举手。好，今天午餐晚餐都是吃巧克力，你就知道了，这是个笑话，好吗？所以你觉得味道好的不一定多吃，对不对？啊，所以过去的人唱歌，路边的野花不采白不采，采了你以为白采吗？你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我过去认识一个人，我的一个邻居啊，就采路边野花，好美啊！采完之后找我来了，那个手肿得很大，红肿。很多这个花草，它为了保护自己它是有毒的，因为它是个植物，又不能动，又不能给你打拳击，又不能练少林拳，所以它就把毒长出来了，为了保护自己。所以这个外行的人说：“哎呀，这个太美了，我弄回去插回家。”结果花也拿回来了，手肿得像个面包。对，但是我也当时帮不了他呀。就是他治了很久，1个月之后才完全消下去，惨重的代价。当然也有些野花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惨重但是习惯性来说，不是我的我不要所以这个我们的就是五官觉受也要放下。放下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的内心才能平静。尤其是很多男人，包括好色和不好色的男人，那一看个妙龄美女长得像天仙一样的，每个人的心就动开了，动动动动。大家看电影都看到了，对不对？我发现女的就不这样子，女的看见帅哥来了，一块学狐狸叫，是吧？你看看那个演唱会，男歌星演唱会，这女的全变成狐狸了，全在那叫，忍不住就叫了。就上去我们一个老学员陪他孙女去了，之后也叫了一嗓子。哎呀，这太不像话了，他忍不住这帅哥太帅了。所以我们在座的女人不是这个样子见了帅哥心如止水。很多人脸一红开始鼓掌那脸红什么呀？你真能如止水吗？你真的心如止水，你还有情商吗？对不对？有个情商的请举手。不好意思，算了，别举了。其实我说有情商，其实每个女人都想着举，算了，不好意思，别叫人看。所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感受到的，它带给我们的好和坏，不要判断，要全部放下，我们才能清净。清净之后，层次自然就清晰了。其实这是一个禅修的妙处，就是禅修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禅修静静地坐在那儿，这怎么会有效果呢？对，它的效果就在这里，就让人有智慧。我们都不知道说这个智慧到底怎么产生的呀？就是清净的、无贪欲的、无贪执的、无恐惧的。
所以当我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五官和感受，既不管它，也要放弃它，也不在意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第一个清净了。清净之后，才深入沉淀之后，我们的大脑层次里面就清楚了。这种清楚就使得我们所谓有了智慧。那么最初级的智慧，我刚才举的就像卖中药的那个柜子啊，你答得这么清楚，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加清楚的是跨越时空的清楚。说今天我的执着，比如说你这个姑娘要嫁人，如果你有一双智慧之眼，看到这个人说哇，这个男的又好帅呀，啊，个子又高啊，又个性又好啊，收入又多呀，啊，我要嫁给他。有很多人命很苦，看的这人一切都好，等结了婚之后就开始倒霉，啊，过乞讨的生活多了，哎，所以如果你能看到未来这个贫苦的这个状态，你还能嫁给他吗？就不嫁了，啊，对，所以很多离过婚的女人就开始有经验了，说，哎呀，找一个能过日子的人就可以了，啊，那个个子高的、长得帅的也别追求了，能有人做个伴就可以了，别让我一个人死在屋里就可以。最后几乎没有追求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啊，已经很高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包括这样的人生的经验，让我们哪怕没有经历过的人，就多复习几遍的时候，我们的心却是容易平静下来。都是我们的那个异动的心惹来的烦恼，这些精神层面的烦恼会变成身体的障碍，最后变成疾病，乃至要命的疾病。因为这个我们说身体它是有能量，甚至在能量还在运行，这个运行当中，第一吃错了东西，它就可能伤到胃，伤到肝，这是来自于饮食。空气如果污浊呢，那你想放毒气弹就是通过呼吸把你弄死，那空气也会有问题。那么当然更多的还是什么呢？情绪。尤其是我们愤怒的时候，血压升高，眼压升高，所以很多人生气瞪着眼球都快掉下来了，真的很危险。血压急速升高，如果身体不好，当场昏倒。有的人一昏倒就死了，有的人昏倒醒过来之后瘫痪了。说没到年老吧，说我相思，爱情的相思，总是苦苦的相思，也是得病吗？之前我也讲过这个事情，就是由心情或者叫情绪式心情导致疾病。当有这种心情产生的时候，当我们用天眼看这个人的时候，就说哎呦，你的肝里面的那个气息很不对。有人就说我检查过，我去年刚检查过，我的肝还是好的。因为当确定为叫病的时候，它是达到一个程度，而如果切开病真在里头才成为病。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说你的肝有点不好啊，或者是通过吃一点药，或者吃一些健康的饮食或快乐的那种方法让它变好，消除这个真正的肝病呢？所以医学总是将已经成为的病的部分才告诉你肝病。所以很多的癌症说告诉你就是晚期，它已经成为一个肿瘤或恶性肿瘤。中国那个一个老祖宗的神医就说过，他说高明的医生要治未病之病，就是你还没有形成真正疾病的部分，我给你进行预防。所以就有人问过他说，听说你还有个哥哥，他的这个医学能力也很强，是吧？那个他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呢？哎呀，我哥哥可是个神医。他说我和他比，我是个庸医，就是庸俗的医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遇到的病人都是将死之人，
他说重病到最后一刻没有办法找我来了，所以弄得我经常是没办法让他再起死回生。因为比如说你这个肝癌已经到了晚期，说实在话，你把它切了，它可能还会死，是这样。你的脑癌到了晚期，你说你把头割了，它更得死，不割它也得死，没有办法。那我的哥哥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呢？他是发现你有这些问题，他会给你开一些药，或者告诉你有哪些行为，比如说你一天唱一首歌哟，适当的要跳跳舞哟，打打拳了，上山采采药啊，对，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啊，对，他给你综合的疗法就是已经叫做预防了你的恶性疾病的产生，这是哥哥的高明之处。所以他高明就在于说，他的朋友没人让他来救命的，因为他提前把他的病就预防的给他弄掉了。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就是说，大家懂得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开始要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保持一个柔软的、光明的一种情绪。所以这个识光明、意识光明能产生大智慧。那这个大智慧来自于什么呢？我们又说了个大字刚才还说过大心，大心也许不能代表什么，也叫思维或精神的视觉比较宽广，这叫大心。那么大智慧到底是什么呢？我不让你猜了，就是大慈大悲，还有一颗大慈大悲之心，才能熄灭我们的贪欲之火，才能够降低我们对一切的敏感的东西对你的就是眼耳鼻这个五官的吸引力。那为什么这个很多电影公司拍的电影都是要打打杀杀呢？你们知道吗？不管杀的谁刺激呀，和你生活里不一样啊。所以20多年前有人就说，师父你去香港，我请你去香港给人治病。我说不去。为啥？我说害怕。害怕什么呢？因为你看电影上香港都是黑社会的，所以今天也有香港人过来，你们是黑社会的吗？后来我到了香港之后才发现我特别惊讶，我一问路，人家都给我带到旅馆里去。我说你不是黑社会的，他说我怎么是黑社会的呢？所以那时候看香港电影就是都是黑社会的。后来我就想，为什么香港人拍电影都是黑社会的？现在香港的电影大家能够记到脑子里的都是黑社会的，对不对？为啥呢？那美国呢都是杀人狂，英国呢全是007，所以英国男人全是特别帅的，特别能打杀的，而且特好色。为啥呢？是电影创作，只有说又打又杀又好色，但是大家全都去看去了。因为有了这些故事，有了这些恐怖的刺激的镜头，才让大家说花钱我去看那个刺激，你知道是假的，我就乐意看。所以你的痛苦能不来吗？你又没定力，学了你看完之后你还去模仿，又没那个本事，是吧？很多男的看007电影之后开始把自己修理成007的样子，就被流氓打这个鼻青脸肿的。一看007打扮，揍他，就臭打一顿。我们小时候在青海，我旁边有个小伙子练一点武功，会了最初级的，
他把那个头发给弄成像成龙似的，那成龙头发像女人一样半截短发，都是那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对，像披了很多碎碎的草一样在头上，那样子，好像练武的都要弄成那么头发，而且他的裤腿和袖子全部挽着半截。那时候练武的成龙电影上都是这个打扮。就是有一天，这个眼睛右眼是青的，鼻子流着血。他说：“你这怎么了？”他有几个小孩打我，拿砖头砸我。他说：“为什么呢？你招惹他了？”没有，他们以为我是练武的。我说：“你不是也练了一点啊？”他一打我忘了。你看，这是看电影惹来的灾祸。所以以后大家打扮的时候要小心点，别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好吧？我觉得最高境界是把自己打扮成乌龟，这个确实有防身作用，好吧？后头背口锅，就不要流行。你从后头发暗气，没事，我不会受伤，是吧？头上呢戴个骑摩托的那个头盔，这样就比较好啊。防打、防毒、防狼，所以都是我们的心当中缺少见识，缺少一个对更高境界的追求，所以一定要看刺激的东西。电影并没有迷你，是你心中的一种执着心中的执着。所以人家贴一个海报，电影上放一点点片段，说哇好刺激，就是看那个刺激去了，还买票我都挺生气看电影。我每一次去的时候我也看，我还多带件衣服，是吧？又恐怖又冷，这是何苦呢？在那儿，而且还容易发胖。每一次买票送你一大盆爆米花，咔哧咔哧咔哧。哎呀！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秘密，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实际上是睡觉的时候，灯挺暗的。我尤其是在越是刺激的环境里头，我越能睡觉。我从小修的就是这样，越乱我越静，我静到你打你的，我睡我的。所以我的秘密都透露给你了哈。所以真正要做到自己清净那种光明智慧。让意识光明，真正的意识光明就是能够高瞻远瞩，跨越时空看未来。高瞻远瞩不用看过去，因为过去都已经过去了，要可能看到未来的下一步，通过推理和感觉都能感觉到的。所以识光明就是大智慧，但是这一切的大智慧、大光明都是来自于大慈大悲，所以大慈大悲是根源。有很多人说我根本不信佛教，我也没跟你讲佛教，但是这个法让我们健康，身体健康，精神意识健康不被各种的精神中的困惑把我们给控制住的话，所以这就是我的修行的经验。你不同宗教都是倡导慈悲所有的宗教主他一定是大慈大悲的，我们才去相信他，才去依赖他。对，所以这些神性的这些神灵或者神灵式的人物、神仙，他们都是本着一个大慈大悲为根基的这样的人生来这样主导着我们的修行，主导着我们的思维，主导着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我们才能够得到身心灵的光明。身的光明即是健康，就可能这种健康乃至能够改变我们的基因，就是基因中的这个不健康。比如说你基因之中就可能有一个明显的癌症的这个产生的可能，但是你真的达到慈悲光明的修行之后，就有可能会改变这个基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无数个致命的基因都潜藏在里头，但是它能不能
爆发成长出来，那就靠因缘。什么叫因缘呢？比如说你的遗传，比如说你手部的皮肤就容易烂掉，那你洗衣服又不保护手，平时也不会擦一点油脂保护手保护皮肤，但你还总是爱洗爱干净，所以有很多的女人就把手洗坏了。本来你的皮肤遗传就不好，容易过敏又脆弱，但是如果有一种方法来修行了之后呢，它把你这个皮肤的抗体在里头非常细小的改变了，这个改变的方法其实就是由我们的精神造成的。今天教的那个方法就是慈悲。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光明的光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慈悲的光啊，不是发火的光。你说这人发火了，你看一头怒火啊，对呀，那就不行了啊，这样的火就没有了智慧。那我们怎样修呢？当明白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今天在这儿念佛也好，修大光明也好，一定要先想到自己，我是慈悲的。如果今天你是个贪官，你自己觉得还是个坏人，过去干过很多坏事啊，或者是一个黑社会大哥，这没有关系啊，你先想自己是慈悲的。真正黑社会大哥，他如果无情无义是当不了的，跟他混的那帮小弟也把他宰了啊，他只要有一种叫做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组织里能够牵头混的人，他主张了一个义字。那个义是什么呢？就代表着可能他所理解的一种公正，一种平衡，一种正确的理念，他这个追随者才能拥护他。所以我们无论我们的是否慈悲，慈悲多少没有关系啊，可以假设自己是慈悲的啊，从假设开始，这样的话也可能会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细胞之中种下一个将来可以发展的种子，那就是慈悲的种子。对，现在听我讲这篇道理，接下来我们要念佛，在我听的过程之中要想到我是光明的，一会儿在念佛的时候也要去想我是慈悲的，我是光明的，还要想得更具体一点，想着我的血液是慈悲光明的。我们之后说的光明都带有慈悲的含义我的大脑每个细胞是光明的，我痛的关节里面是光明的，我那个痛的牙齿也是光明的，我过去的烦恼也是光明的，我对讨厌的孩子他也会光明的。对，要一定要这样想。你不要想我有病怎么办，现在就是最好的办法，要这样想光明的观想。还有我的念佛号念咒语的声音都是光明的，都是放着光的。我们现在大家在听我讲课，你能想到自己的身体是洁白透明光明的，要去这样想。你可以想得很模糊的没关系，想得清楚一点也可以，想得越清楚就越好。不是人体解剖学的那种观想，而是就是一个透明光明的自己，大概这样一个人体。那我们的修行就借用这样至简至深的方法，才让我们得到那种健康和智慧。
接下来大家就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接下来的时间不需要记录了按照最正宗的做法，就是不要睡着觉。有的人说你看我昨天很辛苦我晚上兴奋没睡着觉，我现在一坐下来就会瞌睡，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方法，你呢不要闭着眼睛念。说我睁着眼睛我都会瞌睡怎么办呢？那就跪起来念。对，要让自己不瞌睡，因为我们在修行之中的瞌睡，我们懂得了一个名词，叫做2个字，昏沉。请记住昏沉就是头昏眼花那个昏沉，沉是沉睡，沉下去了变成模糊的了头昏眼花的昏沉，那个效果就差了。也有禅修效果，但是不如这个清净明了的效果好。清净明了的修效果是最好的，所以不要让自己昏沉。同时必须要观想到的是光明的身体、光明的心、光明的意识，这叫做身语意还有光明的语言。今天我念佛号、念咒语，甚至给家人和朋友的一句赞美，一定要想着放着慈悲的光明。你说出这个话，一定会很能赢得对方对你的好感。你如果去这样想，和人聊天交往，尤其是做销售的人就不得了了。你过去一天卖1个东西，你现在一天能卖100个，就会别人会被你吸引的。你这个人看似没有改变，但是这种魅力开始产生，就是因为慈悲光明的观想。慈悲光明的人才不会中邪呀。这没啥好笑的。那中邪的人，中邪气倒下去，家里闹鬼等等的，都是你自身污浊吸引来的这种浊气、歪气、邪气。自身光明自身光明如菩萨的光照到我们邪恶不会上来的。所以我们的健康问题、身体问题，现在忘掉它，观想自己是光明的，何时？那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是咒语我们可以用它，用这种概念，可以念咒语，可以念佛号都是可以。那我们现在一起诵念6字大明咒。观想身体、心、语、意识都是光明的，发出的声音都是光明的。
慈悲之光照亮自己，再照亮全世界。继续。
搓搓手，之后搓搓脸，想到我最幸福、最快乐，回到童年，我身心光明，慈悲柔软，晃一晃腰，晃一晃腰。我们开始试着活动一下哈。有些人哈，过去那个肩膀啊，一举就会痛。有些人啊，有些女士那个肩膀痛的不能自己梳头。也许我们慈悲柔软的诵念之后，我们的肩膀好了。还有的人哈，那个腿一直痛啊，这样慈悲的诵念观想之后呢，这个腿痛啊变好了。对，这个关节啊变得轻松柔软了。我们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哈。对，非常有效的，很有加持力啊。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我们现场的就可能会有人，过去那个肩膀哈、手臂是痛的，现在是不痛了。有的人手举不起来啊，试一试就很轻松了，有没有？有这个效果的举手给我看，别都举手哈，这有这个效果的举手，其他人放下哈。这有几位哈，之前这个手臂痛，现在不痛了吧哈？最重要的是说，在过去举起来的比较困难，现在很容易就举起来，有吗？有，这样给我挥挥手，我看一看。恭喜哈，恭喜，太有福了。大家太有福了。那个腰酸腿痛的人还很多，所以你那个腰腿活动活动，在来之前这个腰还胀胀的不舒服哈，腿也不灵活，你现在动一动看看。我们经过这个10几分钟的诵念，就觉得已经很轻松了，有没有？有吧？举手给我看。哇，太好了，大家真是太有福了，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我们在修行路上真的很艰难，就差了这一点点，我们一个内心世界的一种转变。我们你看这个从慈悲的意识光明到心光明，就变成了身体光明健康了所以你看慈悲的光明多么多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在佛经里就描述了说，佛像月光一样将我们的身心照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慈悲柔软光明呵护是这样的一种吉祥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里头，你那个效果太好了，身心灵都能得到就是清净光明透彻。更重要的，之后我们就开始有智慧了还有有没有人刚才诵念的时候，现在你能感觉到这个嘴巴里会不会有甘甜的感觉？有的举举手。你尝一下自己的口水哈，不要给别人尝，好吧？念了这一会儿，我们嘴巴里是甘甜的这是特别重要的。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甘露，是花钱买不到的，没有一个药厂会专门吐甘露给你卖的。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健康的好处哈，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药可能让自己起死回生，就是这样的。所以以后大家注意，你在修行之后，这种甘甜的这种口水没人舍得吐出来的，慢慢吞咽下去，你的消化器官的那些疾病很快就好了对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对，像我们的肢体变得柔软了哈，过去有的那个手指头僵僵硬硬的，现在你换一换，这个手很柔软，肩膀很柔软，为什么呢？你的内心慈悲了，慈悲就会变柔软慈悲了，你的语言会变柔软，我们的身体呢更会变柔软。一柔软就通畅了，柔则会通通畅了之后，在人世也好，在身体也好，都是健康快乐的太好了，太好了。好，大家可以做了。慈悲柔软得无限的好除了身体健康，还有智慧。经商的人生意会变好，慈悲柔软，你就会有魅力。慈悲柔软，你在给人说价钱的时候就会不是那么狠毒。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是很实在、很真诚人家就会喜欢你的。慈悲柔软的人，他会产生出那种磁场，这个磁场会让大家喜欢和你接近。你说你在销售的人，人家喜欢跟你接近，他一定会多卖东西你就发财了。但是你的心中还不能有贪欲的心，说我一边念佛说生意赶快来，不要这样子生意来不来没关系，要随缘，但是要有个慈悲的心来诵念。所以我们在经商的时候，你心中一直在念佛在念咒语这就好了。一边念着咒语，你的眼睛像尖笛一样扫，这就不行了，那不柔软，那就是僵硬了那个企图心太重。要慈悲的柔软的心，它会自动的这个磁场会变强，会具有了吸引力所以这个吸引力变强之后，那无论是做任何经营的人，还是经营自己家庭的人，你就会充满着无限的魅力无限的感召力，一切都会变好的今天的课程的名字叫，还有人记得吗？修行路上之一还有之二、之三、之四还有很多很多集在后头。好，我们今天呢就到此圆满。好，谢谢大家，下次见。